大家好，14年前看过一部高分的影片，叫做《穿普拉达的女王》，也叫做《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印象超级的深刻，至今依旧难忘的是，一个惊艳登场的海瑟薇，另外一个就是亚历山大的狗血剧情。这出电影跟早他2年的特朗普的飞黄腾达堪称是异曲同工的姊妹篇，只不过穿普拉达的女王是一部高频浓缩的女版特朗普的剧情重组而已。那么为什么我会对这部影片印象如此深刻呢？主要是3点，包括女主人设的苦逼，展露锋芒的极致，柳暗花明的转机。苦逼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同理和共情，极致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趣味性的脑回路和惊喜，有如老友记的各种精彩对白一样。转机就会给人燃上一把希望和鼓舞的火种，让人可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刷新一下自己的世界。平生最忌牢骚语，整部剧情的看点都特别的多，从海瑟薇的各种花式努力、挣扎、软弱、怀疑、崩溃、退缩、坚持和机会等等，似乎都能看出许多人一生当中各种起起伏伏或者反转了又反转的影子。当然也可以反观出我自己的各种心路和经历。然而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不是眼花缭乱的剧情推进，走马时尚的精彩奢华，或者逼格烧脑的内涵对白等等，而是初出茅庐斗志满满的海瑟薇，没过多久就被恶魔女 boss 羞辱的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跟着找那个貌似面善的斯丹利寻求安慰和抱抱的时候，后者居然没心没肺的甩给他一句不是鸡血却胜似鸡血的真心话。这句话让迷茫中的海瑟薇顿时变得清醒万分，并义无反顾地重新掉头回到了自己的苦逼角色当中。其实斯丹利说的话一点也不暖心，或者说激励，甚至充满了无奈，或者可以说残酷冷血了。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哀叹自怜苦恨谁？其实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心态都很积极，也都很棒。毕竟为了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大家都会主动的削尖脑袋去争取各种的机会，去抓住各种的机会。然而被拒绝、被否定的概率就有大的可怕，大到可以轻而易举的摧毁所有倒霉人的最后的信心和坚强。这是压根绕不过去的人类的心理门槛。所以我自己在各种郁闷和挫折临到的时候，也免不了各种形态各异的自信心的动摇，而且我也完全做不到那种干巴巴的自我激励。例如说自己打气说我行的，明天会更好的，等等等等的废话。因为这种毫无营养价值的心理暗示用多了，人就彻底免疫了。这类型的自我激励太普通太无力，就像让长期失眠的人数绵羊一样，绝对的行不通。在现实社会当中，自己行不行永远都不是自己说了算，而至于明天会不会更好，说白了，对于有资源有条件的人来说，天天都会很好，不在乎明天或者后天。而对于没有资源没有条件的人来说，自己安慰自己说明天会更好这种话，说了也等于白说，说了也会没底气。万事或为福所倚，所以向来无时我在郁闷和挫折面前，只会务实的想想这部影片，或者干脆打开屏幕重温一下海瑟薇当年的心路和奋斗，并烧上同理心，共情一下别人家的疲惫、软弱、善良、犹疑、放弃和惊喜。特别是在当海瑟薇受了委屈之后，跑到斯丹利那里哭诉和吐槽自己的恶老板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暂停一下屏幕，等自己稍稍进入一下他的角色和状态。
然后再去聆听斯丹利那段诲人不倦的、没心没肺的，却又经典直白的废话。百年利与命相持。他说，如果你觉得累，辞职好了，我可以在5分钟内找到一个很想要你这份工作的女孩来顶替你。你以为你已经尽全力工作了，其实你不过是在应付，而不是在努力。这么多的人都在为这个事业而拼命，而你却对他毫不关心，反而希望你的老板亲吻你的额头，再赏你一颗五角星。这就是一个第三方安慰者的态度，残酷而真实，无奈而警醒。毕竟我们所处的这个表面华丽丽的世界，其实依旧是个本质上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石屎森林。生活的真相永远都会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海瑟薇的恶魔 boss 用血淋淋的态度教训了海瑟薇之后，很 nice 的斯丹利再次通过血淋淋的方式补上了一刀。这才是真切的生活，真正的工作，真实的世界。平生最忌牢骚语，哀叹自怜苦恨谁？万事或为福所倚，百年利与命相持。这然而不是什么坏事，这种变了相的激励，反而可以促使我们扔掉幻觉和幻想，投入热情与热血，跟这个受到了刺激的海瑟薇一模一样。因为许多人都忽略了人性的脆弱的一面，那就是一个叫做 comfort zone 舒适区的思想盲区。它本质上是一种有毒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特别容易对自己顾影自怜、手下留情，只有别人才能把我们拉出消极的安逸和混沌的盲区。无论他还是他，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残酷措辞或者无情手段，只要他能把我们赶出、挤出、扔出、摔出、拉出 comfort zone 舒适区，我们才能被动的进入 fear zone 恐慌区，跟着是 learning zone 学习区，最后进入 growth zone 增长区。人生需要激励，然而激励往往不是可以消暑解渴的正能量的饮料，更不是夹带私货的心灵鸡汤，而是走出盲区的无情助推器，是燃烧斗志的火药催化剂。